已经消失多年的恐龙，在未来的某一天还有可能会重新出现在地球上吗？这个问题听上去似乎不切实际，但近些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灭绝物种复活计划在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现实。你知道吗？我们的地球现在正处于第6次生物大灭绝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物种在地球上悄悄的消失，而这一切都是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最直观的，比如我们小时候经常会见到的蝴蝶、蜻蜓、萤火虫等等，如今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见到。这并不是我们距离它们的栖息地远了，而是它们的数量其实一直在变少。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类栖息地的不断扩张，导致环境变得再也不适合它们生存。据科学家推测，如果任凭这种形势蔓延下去，那么用不了100年，地球上可能会有将近一半的物种都会灭绝。为了阻止这种情况持续恶化，科学家正在通过基因重组等高科技手段，尝试让一些已经灭绝的生物重新复活。眼前这个大家伙是猛犸象，它生活在距今约300万年前的远古时期，是当时地球上体型最大的大象。人类的祖先曾与这种巨型生物一同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在现代人的认知里，猛犸象似乎距离我们的时代很遥远，但事实上直到4000年前它们才彻底灭绝。也就是在夏朝的时候，地球上仍有活的猛犸象存在，只不过数量稀少，极为罕见。最后一批生活在西伯利亚的猛犸象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灭绝，此时正是埃及建立金字塔的时代。猛犸象与我们所认识的非洲象和亚洲象大不相同，它们并没有生活在热带地区，而是活动在极其寒冷的北极圈附近。它身上长有厚厚的长毛，御寒能力极强。后来随着气候变暖，外加上被人类大量捕杀，导致猛犸象的种群数量不断减少，最终走向灭绝。那么已经灭绝的猛犸象在今后还有可能会重新出现在地球上吗？这种可能性其实远比你想象中要大得多。多年来，科学家曾在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中发现了很多保存完好的猛犸象标本，这些被冻在冰里上万年的猛犸象尸体就是未来复活猛犸象的关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科学家曾在个别猛犸象的尸体里发现了活细胞。这些活细胞可以帮助科学家进行基因测序，一旦得到猛犸象完整的细胞核，那就意味着可以利用克隆的手段让猛犸象实现再生。如今的克隆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从克隆羊多利开始，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动物，比如猪、牛、猫、狗等等，都有成功克隆的案例。猛犸象的 DNA 与亚洲象的 DNA 匹配度高达 99.6%， 这意味着只要科学家能够得到猛犸象完整的细胞核，就可以借助现存大象的子宫孕育出来。除此之外，即便是没有得到猛犸象完整的 DNA 结构，科学家也可以利用 DNA 剪切技术对已经损坏的 DNA 进行修复。这种技术不但可以用于分离猛犸象的 DNA 特征，还可以将其整合到另一种动物的 DNA 中，就类似于复制粘贴工具一样，能将2个不同物种间的特征复制合并到一起，重新组成一个新的物种。简单点理解，就是如果找不到完整的猛犸象细胞核，那就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造一个与猛犸象相似的新物种。这种技术听上去似乎不可思议，但却真实存在。除了能够改变动物基因，这种 DNA 基因编辑技术还能对病毒进行改造，让病毒在攻击人体时能够具备识别的功能，感染特定的人群，相当神奇。总之，关于猛犸象的复活计划，科学家一直在不断的向前推进，据说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2024年的3月6日，美国迈阿密的一家生物公司宣布成功制造了猛犸象的全能干细胞，这种细胞可以分化成体内的任何细胞，这也就意味着距离猛犸象重新复活的时间越来越近。这家公司宣称要在2028年让猛犸象重新返回地球。再有一个就是人们为什么要将猛犸象重新带回地球？假如猛犸象在未来真的复活，对地球会产生哪些影响呢？这个答案我想不用过多解释，毕竟那些顶级科学家考虑的肯定比我们周全。猛犸象的出现对地球的整个生态环境来说利大于弊。据哈佛大学猛犸象复兴小组的负责人乔治·丘奇表示，猛犸象如果重新出现，能够帮助北极苔原恢复成草原。大象可以通过撞倒树木以及粪便传播草籽来帮助维持草原生态。苔原地区一旦重新恢复成草原，就能将永久冻土与大气隔离开，减缓消融的速度，从而阻止全球变暖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猛犸象得天独厚的身体特征，恰好是寒冷的北极苔原地区最需要的环境使者。
第二个可能会复活的动物就是袋狼，这是一种半狼半虎的食肉野兽，它起源于400万年前。很多人可能都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动物，你可能认为它与猛犸象一样是灭绝多年的远古生物，但实际上最后一只袋狼于1936年的9月7日才彻底灭绝，距今仅为88年。袋狼最初是生活在澳洲大陆的一种食肉动物，由于身上的斑纹类似于老虎，所以它也被称为塔斯马尼亚虎。这种动物的身上也长有类似于袋鼠的育儿袋，作用与袋鼠类似，都是用来带孩子的。袋狼是夜行性动物，它经常潜伏在树上，等猎物经过树下时，便会突然跳到猎物的背上进行攻击。它一口下去能够轻易地咬碎猎物的头骨，非常凶猛。但即便是这么凶猛的一种食肉野兽，在人类的猎枪面前也只能变成一个待宰的羔羊。19世纪初期，当地有大量的牲畜被澳洲野犬捕杀，人们误以为这种现象是袋狼造成的，所以就开始对袋狼进行大肆屠杀，一直不留，直到彻底灭绝。等袋狼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之后，人们才逐渐的意识到塔斯马尼亚失去了一种顶级捕食者，没有了袋狼的约束，很多食草动物就得不到控制，一些鼠类就会开始大量繁衍，给当地环境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但庆幸的是，由于袋狼灭绝的时间相对较短，科学家也保留了很多高质量的 DNA， 一旦解密出基因序列，就满足复活的条件。这也就意味着袋狼重新回到地球的几率比猛犸象要大得多。类似的命运也降临到了渡渡鸟的身上。渡渡鸟是一种不会飞的大型鸟类，它的体长可达90厘米，体重可达50斤以上。400多年以前，这种鸟生活在印度洋的毛里求斯岛上，在这里它没有天敌，生活得非常安逸。直到1507年，葡萄牙人首次发现了这座岛，并在岛上看到了渡渡鸟。由于渡渡鸟之前可能从未见过人类，所以见到人并不会转身就跑，外加上它本身就不具备飞行的能力，所以很轻易的就能被人抓到。葡萄牙人登岛后发现这种鸟又大又笨，特别容易抓，而且味道也极其鲜美，所以便开始随意捕杀。在这期间，人类还将猫和狗甚至猴子这些动物带上了这座岛。这些被人类带过去的动物由于没有天敌，没过多久就霸占了渡渡鸟的生存空间，期间还会捕杀它们的鸟蛋和幼鸟。仅仅过了200多年的时间，便使得渡渡鸟彻底走向灭绝。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记录下来的因为人类活动而导致灭绝的动物。按理说，渡渡鸟是没有可能通过克隆的手段重新复活的，因为它的生活环境是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属于热带地区，并不利于尸体保存。渡渡鸟的 DNA 经过300多年的时间已经严重降解，早期的人类也没有保存渡渡鸟的尸体标本，如今能找到的只有一些残存的骨骼。如果想要从这些残留的骨骼上获取到高质量的 DNA 样本，难度会相当的大。直到2022年，一位美国加州大学的生物学家对外宣布，他们已经对渡渡鸟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得到渡渡鸟完整的 DNA 之后，就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用渡渡鸟现存的近亲尼克巴哥的基因组为模板，对其进行基因编辑，使其基因组与渡渡鸟完全匹配，之后便可以将基因编辑过后的细胞激活，形成胚胎，然后通过克隆的手段实现再生。这项技术不仅可以用来复活渡渡鸟，也为其他灭绝动物的复活带来了希望。它就是冰河时代的顶级捕食者——剑齿虎。剑齿虎相信各位领导都有所耳闻，它是生活在更新世时期的一种大型猫科动物，体型与现在的狮子老虎差不多。剑齿虎的体长约为2米左右，体重最重可达800斤。它的嘴里长有长达10几厘米的犬齿，可以轻易地刺穿其他动物的皮肉，战斗力非常强悍。这种凶猛的野兽曾经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它们与狮子一样是群居动物，在野外主要以各种大型食草动物为食。后来由于气候变化导致食物短缺，随着食草动物的数量减少，进而导致剑齿虎也失去了食物来源。外加上早期人类对剑齿虎的大量捕杀，最终使得剑齿虎在公元前1万多年彻底走向灭绝。按理说已经消失了1万多年的剑齿虎是没有任何可能重新复活的，但随着美国洛杉矶发现的一个天然沥青坑的出现，让剑齿虎重新复活的设想迎来了转机。沥青坑是天然形成的一种沥青聚集场所，当石油从地层冒向地表干涸之后，就会形成半固态的焦油沥青，这些沥青在经过烈日的照射下就会变软，此时的沥青坑就犹如一个个沼泽一样，无论什么东西接触到它都会永远被陷进去。位于美国洛杉矶市区的拉布雷亚沥青坑就是这样一种地方，这座坑可能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期间已经有无数动物陷入坑中，直到今天每隔一段时间仍有一些小鸟和其他动物陆陆续续被陷进去。自19世纪以来，科学家已经在这座坑中发现了很多远古生物的骨骼，其中包括猛犸象、
恐狼、短面熊，甚至1万多年之前的人类骨骼，以及未来很有可能重新复活的剑齿虎。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沥青的天然特性能够完好的隔绝空气和微生物，所以就使得10万年前甚至几百万年前陷入这座坑里的动物尸体几乎没有被细菌降解，保存的极为完好。这也就意味着科学家在这座坑里发现的剑齿虎骨骼很有可能包含着高质量的 DNA， 一旦被完整的提取出来，就可以通过克隆的手段或者基因编辑技术让剑齿虎重新复活。接下来就是著名的比利牛斯山羊。在所有的灭绝动物中，比利牛斯山羊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复活动物，因为它是第一个通过克隆技术从灭绝中重新复活的物种。比利牛斯山羊是分布在西班牙北部的一种野山羊，雄性的头顶上长有一对长达 1.4 米的山羊角，非常具有辨识性。在当地，比利牛斯山羊也被称之为岩羊，它是典型的高山动物，经常活动在一些陡峭的岩壁上，一旦遇到危险，它们就会迅速爬上峭壁，让来犯者无可奈何。看似人畜无害的比利牛斯山羊一旦到了发情期，就会变得极具攻击性，雄性之间会通过撞击格斗的方式来获取雌性的交配权，期间一旦战败，可能就会被对方推向万丈深渊，摔个粉身碎骨。它们的繁殖率本身就很低，外加上人类的捕杀，没过多久，这个物种就在2000年彻底灭绝。不过庆幸的是，在它灭绝之前，科学家就已经保存了它的皮肤样本，之后通过抽取皮肤里的 DNA， 然后利用圈养山羊，成功克隆出一头比利牛斯山羊。但可惜的是，由于肺部缺陷，导致这头克隆体出生之后，仅存活了7分钟就死掉了。但无论如何，它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被成功复活的灭绝动物。另外一个从灭绝中走出来的就是斑驴。斑驴是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一种食草动物，它的身上与斑马一样，也长有白色的条纹。这种生物的奔跑速度很快，时速每小时最快可达70公里。它生性机警，对任何生物都怀有强烈的敌意。但与斑马不同的是，斑驴能够被驯服成为家畜。驯服后的斑驴不但能帮主人拉车，还可以用来看守家园。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斑驴的性情极其倔强。在1860年，曾有一头野生的斑驴被圈养在动物园，由于不喜欢被禁锢的感觉，这头斑驴最终选择撞墙而死，宁死也不愿意被关在人类的动物园里。另外就是斑驴的肉质非常鲜美，很久之前一直是非洲人的主要猎食对象。虽然非洲当地人经常捕杀斑驴吃肉，但原始的狩猎方法并没有威胁到斑驴的整个族群。直到19世纪初期，欧洲人进入非洲大陆，斑驴才真正开始受到威胁。因为欧洲人猎杀斑驴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吃肉，而是看上了斑驴身上的皮毛。当欧洲人第一次看到斑驴的皮毛时，感觉又新奇又美丽，所以就使得斑驴毛在欧洲市场很受欢迎，并且价格很高。在利益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非洲猎杀斑驴，仅仅过了半个多世纪，野生的斑驴就所剩无几了。直到1883年，世界上最后一头斑驴在动物园内死亡，至此地球上便再也没有这个物种了。直到100年之后，人们通过对斑驴的 DNA 研究发现，斑驴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种，而是属于平原斑马的一个亚种。而如今平原斑马还存活于世，这就意味着利用现有的平原斑马，通过选择育种的方式，就可以将斑驴重新复活。自选择育种的概念提出至今，经过5代的繁育之后，已经有6只平原斑马的外形特征与斑驴越来越接近，从远处看上去，它们与灭绝的斑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好，最后一个就是恐龙。如果恐龙真的能通过科技的手段重返地球，那么对人类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呢？这个问题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总之无论如何，关于恐龙复活的概念，科学家其实一直在不断探索，但是至今为止仍没有丝毫的希望。首先第一点就是恐龙的灭绝时间过于漫长，想要提取到完整的 DNA 序列基本上毫无可能。再有就是即便找到了恐龙的活细胞，也很难找到能与其完全融合的现代生物。所以理论上来说，以现代的科技手段想让灭绝长达几千万年的恐龙重返地球，基本上毫无可能。但随着科学的逐渐进步，今天不可能的事情不意味着在未来也不可能。你知道世界上最危险的恐龙是什么吗？你以为霸王龙就是恐龙界的扛把子了吗？我们都知道，恐龙曾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一类生物，它们在很久之前统治着地球长达数亿年。如果它们没有灭绝，我们人类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以为霸王龙就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一种恐龙了。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恐龙化石被人类发现，这些远古生物一次又一次的在刷新着我们的认知。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10种最危险的恐龙，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曾经地球上的那些霸主。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剑龙。这是一种生活在侏罗纪晚期的一种大型草食性恐龙，它的体长可达9米，体重可达4吨。剑龙的背部长有很多巨大的骨板，
看上去就类似于屋顶上的瓦片一样，相当拉风。这些骨板的主要作用可能是为了调节体温，当气温降低时，它们背上的骨板就会张开，以此去吸收阳光的热量。当气温升高时，骨板就会转一下，利用凉风散热。这个家伙的外形看上去相当威猛霸气，但实际上可能是一个非常笨的恐龙。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们的头部非常小，脑容量甚至还没有如今的家养宠物大，因此科学家们推测这种剑龙的智力可能非常的低。不仅如此，它的嘴里也没有锋利的牙齿，一些大一点的植物都无法磨碎，因此它只能吃一些低矮的苔藓类食物。但即便是这样，也很少有其他恐龙敢去招惹剑龙，因为剑龙虽然撕咬能力不强，但是杀伤力极强。剑龙的尾巴末端长有4根长度约为90厘米的尖刺，当遇到危险时，它就会用力挥动自己的尾巴，利用尾部的尖刺去抽打敌人。要知道，恐龙的尾部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一旦被剑龙的尖刺刺伤，就很有可能因失血过多而亡，非常危险。第9个，马君龙。这是一种生活在距今约6600万年前晚白垩纪时期的一种肉食性恐龙，它的体长最长可达7米，体重可达1吨。人们第一次发现马君龙的骨骼化石是在1896年的马达加斯加岛上，经过研究后表明，这种马君龙在当时可能是该地区体型最大、最凶猛的掠食者。据古生物学家推测，马君龙的性情可能极其凶猛，因为人们在它的骨骼化石上发现了它们自己同类的牙齿咬痕，这一点足以表明这个家伙存在同类相食的习性。要知道，大部分以自己同类为食的动物都极其凶猛，更何况是体型巨大的恐龙。不过它并不以自己的同类为主要食物，马君龙的主要食物来源都是以一些草食性恐龙为食。它们在捕猎时会像现在的大型猫科动物一样，死死地咬住猎物的脖子，使其窒息而亡。马君龙的牙齿不长，但却极其锋利，它具有大量的锯齿边缘，这种牙齿结构可以帮助它们将猎物切碎，然后一块一块的吃掉，非常凶猛。第8个，马普龙。这个家伙的体长最长可达43米，身高可达12米，体重最重接近90吨。它们嘴里长有锋利如刀片的锯齿，这可以帮助它们轻易地撕扯掉猎物身上的肉。在捕猎阿根廷龙时，第7个，沙齿龙。它是人类已知体型最大的兽脚类恐龙之一。这种恐龙的体长最长可达13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6吨以上。它的嘴里长有非常锋利的锯齿，这些锯齿的外观与现代的大白鲨非常相似，因此人们将其称之为沙齿龙。这个家伙的身体瘦长，四肢强壮，尾巴粗长，这些特征能够帮助它在追逐猎物时更好地保持身体的平衡和加速。据估计，沙齿龙的最高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左右，这在大多数的恐龙里已经非常领先了。这种恐龙生活在白垩纪时期的北非地区，在当时与其一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还有棘龙、褶皱龙以及身长达30米的潮汐龙，水中还潜伏着长达12米的地鳄。而沙齿龙能够在这么一个巨兽横行的时代占有一席之地，靠的就是它那凶残无比的性情。这个家伙是一种极具攻击性和竞争力的掠食者。据化石显示，沙齿龙经常会与其他大型恐龙进行打斗，它的颌部力量非常强大，巨大的咬合力配合上它那满口锋利的牙齿，一口咬到猎物的身上就类似于刀片切肉块一样，杀伤力极其强悍。因此人们推测，这种沙齿龙在当时极有可能是北非地区的顶级食肉动物。第6个，特暴龙。这是一种与霸王龙非常相似的食肉恐龙。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无论从体型上还是外形上，特暴龙都与霸王龙非常相似。这种恐龙生活在距今约7000万年前的蒙古和新疆地区，它的体长可达12米，头部距离地面高达5米，体重约为7.5吨。它是当时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掠食者，主要以其他大型恐龙为食。特暴龙的头骨长度达到了 1.3 米，它具备非常强大的咬合力，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家伙的2个前肢非常短小。就身体比例而言，特暴龙的前肢几乎是所有暴龙科中最小的。威猛的外表配备上这2个小短腿，看上去非常的别扭。不过这并不会影响到它的战斗力。另外，这个家伙可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双眼立体视觉，这种能力可以帮助它在捕猎时更好的判断距离和深度，以便达到更高效的捕猎成功率。第5个，蛮龙。蛮龙也叫野蛮龙，单听它这个名字就足以彰显出这种恐龙的可怕之处。它是侏罗纪晚期的顶级掠食者，也是侏罗纪最强大的霸主之一。蛮龙的体长可达 13.5 米，身高可达4米，体重最重可达10吨以上。在当时，它几乎可以捕食绝大多数的陆地生物。另外，蛮龙还长有非常巨大的牙齿和锋利的爪子，爪子长度最大可达35厘米，杀伤力极强。它被称为是侏罗纪晚期到白垩纪早期恐龙界的1号冷血杀手，同样也是侏罗纪最强最大的兽脚亚目恐龙和食肉龙。巨大的体型并没有影响到蛮龙的敏捷性，
它的身体非常健壮，在奔跑时真可以达到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它有着与霸王龙非常相似的外貌，以及与霸王龙一样凶狠残暴的性情，因此它也被称为侏罗纪时期的霸王龙，非常凶悍。第4个，异特龙。你可能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个威猛霸气的异特龙，咬合力仅有350公斤左右。这种咬合力甚至还没有如今的非洲狮高，但它却成为了侏罗纪时期最危险的一种恐龙。异特龙生活在距今约 1.45 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它是一种大型肉食性恐龙。这个家伙的体长最长可达9米，体重可达 2.5 吨。它的骨骼结构非常奇异，对比大多数的恐龙都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人们将这种骨骼惊奇的恐龙称之为异特龙。这个家伙长有一个非常坚硬且庞大的头骨，这个头骨就是异特龙最为致命的武器。虽然它的咬合力较弱，但是它的头骨却可以承受超过其咬合力15倍的力量。也就是说，异特龙在攻击猎物时是利用整个颈部的力量，张开嘴巴，将自己的头部使劲砸向猎物。此时，它那满嘴锋利的锯齿状牙齿就会随着撞击力撕裂猎物的皮肉。它的整个头部就像一把锋利的斧头一样，每一次撞击都犹如被一把巨型斧头砍到身上一样，杀伤力极强。更为致命的是，它们数量还极为庞大，并且密集程度也较高，因此人们推测这种异特龙很有可能与狮子一样，也是一种群居动物。第3个，南方巨兽龙。这是一种生活在白垩纪晚期的一种肉食性恐龙，它生活在距今约9800万至9700万年前的阿根廷地区。南方巨兽龙的身体长度约为 13.7 米，身高4米，体重最重可达10吨以上。它拥有一个比例巨大的头部，头骨长度达到了 1.8 米。这个大家伙的嘴里布满了锋利且坚固的牙齿，每颗牙齿的长度就达到了20厘米。巨大的头部赋予了南方巨兽龙巨大的咬合力，一口下去，它们可以轻松地撕裂其他恐龙的肉体。它的手部有3指，上面长有非常锐利的爪子，杀伤力极强。在南方巨兽龙的活动区域内，它们是顶级掠食者，几乎没有任何恐龙是它们的对手。因为这个大家伙除了拥有非常完美的身体构造，它们还具备群体合作狩猎的能力。在当时，无论是什么体型的恐龙，南方巨兽龙几乎都可以将其猎杀。它们是南半球的暴君，几乎没有任何动物能与之匹敌。第2个，棘龙。棘龙是一种生活在白垩纪时期的巨型兽脚类恐龙，它的背部长有一排高大的神经棘，看上去就类似于一个船帆一样，相当拉风。这个家伙是目前人类已知体长最长的肉食性恐龙，它的体长最长可达15米，体重最重可达9吨。它的头骨非常细长，整体与鳄鱼非常接近。它的嘴里布满了锋利的圆锥形牙齿，杀伤力十分强悍。棘龙的背部神经棘是它最显著的标志，这种神经棘的长度最长可达 2.2 米，主要功能可能是为了调节体温，也可能是为了吸引配偶或者恐吓敌人以及竞争对手等。不管怎样，这个帆状物无疑让棘龙更加引人注目，从外观看上去震慑感极强。除此之外，棘龙还是一种水性很好的恐龙，它的牙齿、头骨、尾巴等部位都显示出了对水栖生活的适应性，因此人们推测棘龙可能经常出没在河流、湖泊或者沿海地区捕食鱼类、鳄鱼，甚至是水生恐龙。总之，棘龙是一种非常强大而又神秘的恐龙，在中生代时期，它不仅是陆地上的霸主，在水中也有它们的一席之地。第1个，霸王龙。毫无疑问，霸王龙无疑是名副其实的恐龙之王。它的体型虽然不能位列肉食性恐龙的榜首，但是综合实力却要碾压绝大多数的恐龙。要知道，霸王龙的体长可达12米，高度达到了6米，体重可达8吨以上。它的嘴里长有60多颗香蕉大小的牙齿，一口就可以撕扯掉200斤左右的肉，并且这个家伙还具有粉碎骨骼的惊人咬合力。霸王龙的极限咬合力可以达到3吨，一口下去，它能够将绝大多数动物的骨头直接咬碎，但是这一点就足以秒杀绝大多数的恐龙。在霸王龙的生活环境内，它是最大的食肉动物，并且是顶级掠食者。除此之外，它的大脑也比大多数的肉食性恐龙要大，这就意味着霸王龙不仅战斗力强悍，而且还非常聪明。无论从身体素质还是智力上，霸王龙都要比其他的肉食性恐龙优秀得多。再有就是近些年，经过人们对霸王龙的骨骼结构分析过后，发现这个大家伙虽然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但是奔跑速度可能不太理想。出于身体比例的原因，人们估算一头成年霸王龙的最快奔跑速度仅能维持在每小时20公里左右，一旦超过这个速度，霸王龙的腿骨就会骨折，这就意味着你骑个电动车也能够跑得过霸王龙，非常优秀。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你知道曾经生活在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恐龙有多大吗？你以为霸王龙在当时真的可以统治地球吗？你知道吗？至今为止，人们已知的恐龙种类就已经超过了上百种。在这多达几百种恐龙中，有食草的，有食肉的，也有杂食性的。不同种类的恐龙特征也会明显不同。吃草的多数都是4条腿，而吃肉的2条腿居多，种类繁多。
人们为了方便记录，便把这些不同种类的恐龙分为6大类群。在所有不同种类的恐龙中，它们的体型从几十厘米到几十米不等，有大有小。第一个犀角类恐龙是人类目前发现的体型，所以人们只能通过零散的化石去了解它们，因此人们只能通过骨骼长度大致估计出它们的大小。今天这期视频，黑图就结合以上的7大类群，大致找到了曾经世界上体型最大的10种恐龙，带各位领导再次回到过去，认识一下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那些霸主。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巨兽龙。巨兽龙也叫南方巨兽龙，人们第一次发现这个大家伙的骨骼化石是在1993年，当时是由一个业余的化石猎人在阿根廷当地的一个沙漠找到的，后来通过古生物学家对其骨骼进行重组复原，最终使得巨兽龙的标本保留了将近 70% 的骨骼。这副骨骼也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完整的标本。之后人们通过分析了解到，巨兽龙是一种生存在距今约1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的大型食肉恐龙，它们的体长约在14米左右，体重约为11吨左右。这种恐龙应该是靠捕食其他恐龙为食，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那满嘴匕首般的利牙，这个家伙在当时应该有着很可怕的咬合力以及非常快的撕咬速度。虽然在当时巨兽龙并不是最强大的恐龙，但它和暴龙以及砂齿龙是白垩纪最强的3种食肉恐龙。对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体型，巨兽龙通常被认为是最大的兽脚亚目恐龙之一，然而由于其残骸不完整，因此它的确切体型大小人们很难估计，最终导致它与霸王龙究竟谁的体型更大，至今仍是一个备受争论的话题。有的说霸王龙更大，也有人认为巨兽龙更大。好，第9个，棘龙。棘龙是人类已知所有陆生食肉动物中体型最大的，它的体长可达15米，体重约为10吨。棘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背部长有吊桥状的背脊，它们与巨兽龙一样，大约生活在1亿多年前的白垩纪，其分布范围就在现在的非洲北部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撒哈拉沙漠北部。在当时，这里植被茂密，食物充足，还不是一片荒漠。古生物学家通过对棘龙的骨骼研究发现，它们可能存在一定的水性，也就是说它们很有可能与鳄鱼或者河马这样的动物一样，可以在陆地上活动，也可以在水中活动。因为从它的身体构造，尤其是头骨和牙齿，它们的上下颌又长又窄，这种特征可以使得它们非常适合捕杀鱼类，再加上巨大的体型，它们也可以捕杀陆生动物。由此人们猜测，这个大家伙很有可能水陆通吃，在当时绝对是一个非常拔尖的捕食者。好，第8个，腕龙。腕龙是地球上曾经出现过最大和最重的恐龙之一，它们大约生活在 1.5 亿年前的晚侏罗纪时期的北美洲。在目前人类已经发现的所有完整骨架的恐龙化石中，腕龙是最高的，它们站立时的身高可达15米，身长约为26米，但是它的脖子就长达6米，整个看上去简直就像一栋大楼那么高大。腕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长脖子与前腿，腕龙的前腿要比它们的后腿更长更粗壮，乍一看上去就很像现在的长颈鹿。据人们通过研究腕龙的粪便化石发现，这个家伙每天可能需要吃掉大约1吨的食物来维持它们庞大的身体生长以及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它们的食量几乎是亚洲象的10倍，当然吃得多，排泄物自然也多。据估计，这个家伙一次向外排泄的粪便就有1米多高，并且这个大家伙还属于群居动物，每天都会成群结队的在大地上晃悠，寻找新鲜的树木。腕龙群所到之处，大地震颤，烟尘滚滚。对了，还有就是腕龙属于食草动物，它们虽然体型巨大，但是性情温和，并不像霸王龙那样喜欢攻击其他的动物。好，第7个，南极龙。这里的南极并不是指南极大陆，南极龙的这个名字在古希腊文中并不是表示南极洲，而是指北方的相反。简单点说，就是意思比较相近，但是代表的地方不一样。这里提一下，还有就是恐龙的这个名字只是我们中国人的叫法，刚开始国外的一些古生物学家把这些远古生物称为恐怖的蜥蜴，而我们就将其简化翻译过来后就变成了恐龙。好，南极龙生活在白垩纪晚期，当时它们的活动区域位于现在的南美洲，它们是一种大型的4足草食性恐龙。据人们估计，南极龙的体长大约在30米左右，但是由于南极龙并没有一个完整的骨骼，因此它的具体大小很难推断，人们估计的大小通常差距会很大，科学家们只能通过一些零散的骨骼去大致估计出它的整体大小。好，第6个，梁龙。梁龙其实也就是地震龙，之所以会有地震龙这个名字，是由于其巨大的体型，走起路来可以使得大地震动，因此才被称为地震龙。
梁龙曾经生活在大约 1.5 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的北美洲西部，它们的体长全长可以超过30米，体重约为10吨。这个家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长。梁龙虽然体长比万龙长，但是体重却没有万龙重，这主要就是梁龙的身体长度主要都集中在头部与尾巴，但是它的脖子就长达7米多，尾巴最长可达14米，这就会显得它们的身体瘦小，只有10几吨重。科学家估计，梁龙之所以会拥有这么长的尾巴，可能是为了抵御敌害。在面对其他掠食者的时候，梁龙可以利用它的长尾巴当做鞭子一类的武器来发起攻击。还有就是梁龙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们的鼻子长在眼睛上面。当然不只是梁龙，上面提到的万龙的鼻孔也是长在头顶上的。虽然两者看上去比较相似，但是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明显的不同。梁龙的后腿比前腿长，而万龙的前腿要比后腿长。对了，还有梁龙这个大家伙也是草食性动物，以植物为食。好，第5个，波塞冬龙。它可能是人类已知最高的恐龙，由于没有找到波塞冬龙的完整骨骼，因此还不能将其定义为最高的恐龙。不过人们通过骨骼分析，它们很有可能是最高的恐龙。波塞冬龙也被称为海神龙，它的外表与万龙很像，但是通常要比万龙更大。波塞冬龙的体长大约可以达到34米，体重约为60吨左右，身高可能会达到17米，大约是6层楼那么高。但是它们脖子上的一节颈椎就有 1.5 米长，脖子的长度可以达到12米左右，体型那家伙相当大。他们当时的活动区域就是现在的墨西哥湾的海岸，早期这里植被茂密，有足够的食物供波塞冬龙食用，在当时几乎没有其他恐龙可以威胁到成年的波塞冬龙。人们第一次发现这个大家伙的化石是在1994年的奥克拉荷马州的一个乡村，由当地的一个训犬师在一个露出的粘土岩中发现。人们在刚发现波塞冬龙这种化石的时候还有些质疑，许多人都认为这种骨骼太大，不太可能是动物的遗骸，一度认为是一些树干。后来经过科学研究，最终才确定这是一种大型的恐龙。好，第4个，超龙。据科学家们估计，超龙是一种体长接近35米长的巨型恐龙。由于人们只发现了一些超龙零散的骨骼化石，因此还不能够确定超龙的体型究竟有多大，只能通过零散的骨骼去大概估计它的体型。当然，科学家认为超龙的体型长达35米，也不是胡乱猜测的，因为从发现的超龙零散的化石中观察到，这个家伙仅仅是一块肩胛骨就长达 2.5 米，骨盆宽 1.8 米，肋骨长达 3.1 米。单从这些巨型骨骼来看，超龙的体型也小不了。还有就是超龙的体重，从这些巨大的骨骼来看，科学家们推测超龙的体重大概到了66吨，甚至有人推测它重达88吨。但是出于陆生动物生存的最大极限，很少有动物可以克服地球上的重力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超龙的体重是66吨，那么它每条腿就必须承受 16.5 吨的身体重量。如果腿部构造不够坚固，就会被身体重量压碎。然而出于陆生动物的最大生存极限，科学家们推测超龙的体重很难超过80吨。不过这些都只是猜测，超龙的真实面目究竟是什么样，至今仍是一个谜。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家伙绝对是一个庞然大物。好，第3个，马门溪龙。这是在我们国家的四川省宜宾市马鸣溪渡口发现的。马门溪龙的体型虽然不是恐龙中最大的，但是它的颈部可能是所有恐龙中最长的。马门溪龙的颈部最长可达15米，它的体长全长可达35米。人们首次发现马门溪龙是在1952年，当时金沙江马鸣溪渡口附近正在修筑铁路，修路工人在开凿岩石的时候，发现了许多像骨头一样的石头。后来经过我们国家的古生物学家杨忠建教授研究确认后，发现这是一种人类初次发现的新型恐龙化石，于是他就借当地渡口的名字给恐龙取名马门溪龙。从当时发现的化石中来看，专家们测得这种马门溪龙的体长也仅为22米。后来直到50多年后，也就是2006年，科学家们在新疆的奇台县又发现了新的恐龙化石。最后经过科学家们确认，它与50多年前在四川发现的马门溪龙一样，是同一物种。后来经过测量，新疆奇台县发现的马门溪龙化石体长长达35米，在当时这种恐龙一度被称为亚洲第一龙。好，第2个，巴塔哥泰坦龙。巴塔哥泰坦龙曾经被称为泰坦巨龙，也就是说泰坦巨龙与巴塔哥泰坦龙是一个物种。这个家伙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恐龙，它的体长约在36米，体重约为57吨左右。之所以说它可能是最大的恐龙，是因为人们发现这个大家伙的骨骼还有继续生长的迹象，也就是说很有可能还有比目前发现的泰坦巨龙更大的个体存在。人们第一次发现这种恐龙是在2008年，当时是由一名农场工人在阿根廷当地的一个沙漠中发现的。巴塔哥泰坦龙与其他犀角类恐龙一样，也是一种四足草食性动物，它们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尾巴，
生存在距今大约1亿多年前的白垩纪中期，当时它们生存的地方还是森林区域，并不是沙漠。完全成年的巴塔哥泰坦龙在当时几乎没有天敌。对了，还有就是这个家伙的体型在世界上一直存在很多争议。由于这些远古生物的体型都是通过零散的骨骼推算出来的，所以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们的确切体型究竟有多大，以至于在古生物界有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恐龙。当然也有人认为它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证据不足。目前世界上被广泛认可的体型最大的恐龙就是我们的第一名阿根廷龙。好，第一个阿根廷龙。阿根廷龙可能是曾经漫步在地球上最大的大型动物之一，它的能与阿根廷龙分个高低的也就只有易碎双枪龙了。易碎双枪龙的体长被个别古生物学家估计超过了50米，但是这个数据被很多人认为有夸大的可能性。